学会今天这期影片，你也可以拍出这样的复古港风照。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色调用光你要很讲究。我们先来看色调啊，色调来说的话，港风的色调色彩浓烈，对比度是高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通常以暗色系暗调为主，整个画面啊颜色高饱和度，人物的肤色啊会呈红黄色、红橙色这种皮肤啊会带一点这种颜色，然后照片整体啊一般出现暗红、橘黄、蓝绿等一些色调，形成一些冷暖对比，一般都带有这种泛黄旧照片像是胶片拍出来的这种感觉一样，褪色的感觉，然后有噪点。OK， 那我们看一下啊，色调是不是暖色冷暖对比？蓝和黄，冷暖对比，蓝和黄，或许有时候可以偏一些青色啊，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港风色调。OK， 包括这种啊，是不是像旧照片一样，用一些慢速度快门，然后画面中有点那种虚虚的影子，港风非常的突出啊。OK， 那么用光呢，我们怎么拍呢？你色调知道的时候，我们在晚上时候拍港风的时候，那么你一定需要去打光，人物一定要补光，不补光的话，人物会与环境融为一体，层次它是出不来的。比如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它皮肤的没有受到光线，它跟背景是一个颜色。如果你再用你的后期去调，或者用你的白平衡漂移，那么人脸的肤色会跟背景的颜色会统一掉，会融到一起。所以说你如果偏个绿色，那么人物的脸也偏青了，偏绿的那就不好看了。所以说我们在拍摄港风的时候，可以采用补光灯，采用一个暖黄色调为主，暖黄色的一个补光灯补光到人物的皮肤，人物皮肤呈暖黄色，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些白平衡的偏移和色温的一些调节，也方便后期的一个调整，而且能让人物从背景中脱离出来。看一下，都是这种打光的啊。OK， 也可以使用红色光源对人物补光。也可以用红色的啊，因为红色打到人皮肤上也可以进行一些偏色，而且你去看王家卫一些港风电影中也经常用到这种红色的光源，黄色光和红色光而且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非常好用？来告诉大家OK， 是一个手电筒如果说大家我没有大的补光灯，我没有神牛的我没有一些非常贵800、1000、2000的没钱买怎么办 ？OK。手电筒非常好用，你拍港风你就可以拿手电，拍夜景、拍黄昏、拍港风都可以拿来用一个手电筒作为补光道具3色的，蓝色、白色、黄色还有橙色的这种3色手电筒，我们一般拍摄到港风的时候拿一个橙色去补或者黄色去补就 OK 了。如果想要红色的光源的话也非常简单，拿一个红色半透明的一个塑料袋子，或者是你可以买一些更专业的红色色片蒙到这个手电筒上，那么它打出来光线就是红色的了。OK， 包括我拍照最近拍的几组港风也都是用到了一个手电筒的一个补光。OK， 那么我们补光、场景、穿搭都了解完之后，而且色彩也了解完之后，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实操呢？我们相机怎么调呢 ？OK， 也有道参数给到大家，港风的相机参数。色温呢一般是偏冷的，而且你可以采取人像模式或者是风光模式。我经常会用风光模式我经常会用到一个风光模式，因为风光模式它色彩鲜艳，饱和度高，所以说而且我用的是佳能，用佳能的一个风光模式。另外的相机可能你调个人像模式、标准模式都可以的这个差别不大。但是我用佳能的话，我喜欢用风光模式。OK， 那么呢，它的一个锐度稍微给它加一点加一点锐度，然后反差呢降一下，因为在夜晚已经是一个比较光比比较大的了光比比较大，对比比较大，那我们反差肯定要相对的来说减去个2档，降低这些反差。OK， 饱和度加2档，大家也都知道港风是高饱和的，所以说港风的饱和度往上加2档。OK， 色调的呢往右边偏色调往右边偏黄一点这个色调是偏人物的肤色的，往右边偏黄一点左边是偏红。OK， 好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白平衡白平衡的一个指数，白平衡的一个色温，选取到4300K。为什么选取到4300的偏冷的感觉好像都是偏黄的，你要记住，
你人物的脸上是补的一个黄光的。你看一下，红光也好，黄光也好。那么我们补了一个黄光之后呢，人物的皮肤可能会太黄了，饱和度太高了，所以说我们相应的把色温给它减少一点，减少人物脸上的黄，从而让整个环境偏蓝。明白了吗？环境会偏蓝，人物肤色会正了一点，没有那么黄。OK， 那么再看一下白平衡的一个漂移。OK， 我们可以漂到往左上角漂 B3G4， 或者是更多。B5 啊 ，B5 G6 也可以啊，具体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环境，因为每个现场都是不同的，每个隧道它光线也是不同的，所以说根据现场大致的就是需要往蓝和绿这个方向偏。为什么呢？因为蓝加绿它变成了青色，也就是我们港风中非常经常见到的一个颜色。OK， 往左上角蓝和绿来偏。